Good morning，大家。虽然这个形式还蛮奇怪，但我觉得旁边这个地方蛮适合放一会儿后面要出现的内容。本来没有想要去录这个 video 的，但是想说，既然之前讲了的话，就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给做了，所以我还是抽空来去录了一下这个视频，然后希望也许会有人对里面提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核心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年看过的书和电影，还有听过的音乐，这些可能比较好 share， 其他部分的话就太 personal 了，我觉得大家应该对我私生活应该没什么兴趣，所以就是我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去展开。Anyway，我其实汇总了一下自己今年看过的书，然后总共的话，因为有很多书它是看了一半之后发现不好看，然后我就不看了的，或者是也会有一些书我是就是还没看完，然后所以我这次统计的还是我实际上看完的所有的书，然后今年看了大概有31本书，然后31本里面呢，微信读书的总结说，我读的最多的书是第一本叫做《权力》，然后庙堂博弈的底层逻辑，这是它的副标题。然后你在网络上搜好像不太能够搜到这本书，我是在微信读书里面看到这本书的，然后我也忘记是谁推荐给我。然后这本书，他说是我读的最多的时间最长的一本书，确实如此。同时我也觉得它算是我今年看过的书里面最好看的一本书，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然后第二本是《假想》。然后，假想其实它有2部曲，然后都是贾樟柯他的电影相关的一个内容。然后这个是在5月份的时候看的比较久，可能是因为他的书太厚了。然后第3本是之前很早很早以前翻过，叫《贪婪的多巴胺》，然后我只是今年把它给看完了。然后还有一本是《独居日记》，最后一本是叫是《东京奇梦》。不过呢，刚提到的所有书都不是我想要去跟大家主要推荐，除了第1本以外。然后我自己的年榜其实跟这个榜单稍微有一点不同，因为我觉得，微信读书它还是基于我本身的一个个人的，就是阅读的使用习惯，它是偏 APP 应用方面一点，可能说只是因为这本书比较厚，或者是说我那个月份刚好通勤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它觉得那个书是我看的比较久，但看的比较久不代表着这本书，特别好看，就是值得推荐给别人，所以我还是想重新排一下我的排行榜。然后，但是刚刚提到的书其实也还蛮不错的，然后感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最想推荐其实是刚才前面提到那本叫做《权力》的书，然后这本书呢，其实我已经推荐给我身边所有就是在上班的，然后并且是在职场生活的比较痛苦的朋友了。然后我在日常当中也有给我的朋友们安利过这本书。如果这本书的话，它是一个实境的场景结合，然后包括理论结合的一本书，而且是那种你看完之后是真的可以去实际操作的书籍的人，我觉得所有在上班人其实都还蛮值得看这本书的，因为有太多朋友在网上去搜索或者是了解关于职场的问题的时候，都会说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然后不会表达，然后同时不会向上管理，然后导致自己可能会因此有一些人际交往方面的问题，然后工作我觉得是一方面，因为事情本身它是可以学习可以去做，然后但是人事方面，其实真的是需要我们不断在各种工作当中，以及和别人的交往当中，才能去习得一些经验的。而且它不是说你第1年就是你看了这样的书籍，你立刻就会，你就会变得非常厉害。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还是需要就是你不断的去积累更多的经验。那积累完经验之后，你不可能一直在一个重复的模型上面去进行你的生活，或者是前进你的职场，因为很多人会卡在某一个那个阶段当中，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需要一本书籍来去帮你去梳理，或者说让你了解到过去你经历到的所有的事情和问题，也许它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给到你一些不一样的角度的思考。因为以前我自己本身在过去的职场经验当中，以及和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其实我非常不喜欢就是那种比如说利益为先，或者是觉得你这个人有价值才跟你交往这样子的事情，就是甚至说看到别人去拍马屁，或者是对老板非常的殷勤的时候，你会说这个人怎么这样？他可能没有什么本事，然后他只会拍马屁之类，你会去这样子以为，就是会很不屑于去做那种事情，觉得自己特别的厉害，特别的清高。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类似的想法，然后但至少我年轻的时候是这样想的。
然后呢，就导致自己就会，在自我的那个环境当中，你会不断的去加固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我觉得，碰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有点后悔，说我应该更早一点看，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上班个1-2年就可以开始看这本书了。然后书籍里面可能有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他说你可以去观察你们就是职场当中你的工作氛围当中离老板最为近的那个人是谁，他很可能就是那个有可能他是获得老板的喜爱特别多，或者是跟老板特别熟，以及经常帮老板干一些杂活，或者是他获得信息最多的人，诸如此类的。你们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这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然后他的那个总结理论是叫做。物理距离其实决定了你的心理距离。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我之前看一些跟你的朋友们，或者是友谊之间，或者是爱情之间他们的关联的时候，还蛮类似的一个言论和论调，也就是物理距离决定心理距离。确实，你离得近了之后，你们产生的交互会更多，所以也会有更多的不同的对话的产生和情感的加深。所以在工作当中也是一样的。那很多人就会很畏惧自己的老板，然后不想去跟他沟通交谈，也可能你经常会把事情做得很完整之后，才去跟老板说我完成到这里了。但是让作为你的老板，可能他想要知道是你工作的全程全景的东西，于是呢，他会希望你随时随地都能够去跟他做信息的沟通。大部分老板不一定，不绝对。然后以至于你变成一个不常跟他沟通和对话的人之后，他就不了解你在做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对于你的升职加薪之路就会有一定的阻碍。OK， 所以这是在书里面提到的某一个部分，它有非常非常多类型的东西，甚至是为什么提到权利这件事情，就是他想让更多人去学习和尝试表达自己是想要获得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是可以拥有它的，然后也提供了一些方法和法则。虽然说，如果是成熟一点的人，或者是说已经很老油条的人，他们看这本书会觉得哇，这是什么东西，就会觉得说可能很看不起他。但我觉得应该还有很多人还没有去了解过这些内容，然后是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内心。或许你所有的不满意，就是因为你没有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不管是老板的喜欢也好，或者是升职加薪也好，我觉得都是类似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一本特别想要去推荐给大家，我也推荐给了我的很多的朋友们，然后他们也觉得还蛮不错。而且基本上你在看的过程中，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像我一样一直在做笔记当然呢，就是做笔记是一方面，我还是觉得学习还是要用起来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正在上班的话，看这本书也许会对你的工作会有一定的帮助，包括你的心情也好。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第二本书，那第二本书呢叫做《变成树的亚莎》，然后是一个日本作家叫金村夏子的一个书籍。那我会看这本书呢，其实是因为我之前跟朋友去上海的一个书店的时候，然后发现就是这本书的封面还蛮好看的，它是一个紫色的封面，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个图片，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第一次因为一本书的封面，然后决定打开来去看这本书。这本书是一个短篇小说集，然后每一篇的故事都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它是一个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它有一点点无厘头，同时又觉得会有一点点感到很悲伤和疼痛的故事的合集。首先，我觉得故事上来说是非常有趣味性的。我记得有一篇是讲说女主角她变成了一双筷子。因为你看书的标题是叫变成树的亚莎嘛，然后所以它就是从那个树的故事本身，一直到它最后变成一双筷子的经历，然后是一个物体的视角去描述的。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从一双筷子的角度去讲情感的感觉。我在这里就不去把这个故事展开去说了，我觉得还是因为是小说，还是会有一些情节的内容需要大家自己去探索。但总而言之，是一本蛮有意思的书，而且看完之后会让你自己对现实的生活会产生一定的反省，然后同时会更加珍惜自己当下的一个生活。其实过了这么久之后，我再去想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不太记得其他故事，就除了刚刚提到这几篇以外，还有一些就讲在学校被人欺负之类的故事的内容，就会有个大概的框架。但是我觉得就是看完这本书之后，它给我留下来的那个悲伤的体感，就是那种很难受的情绪是一直在的。就是你回想起这本书的时候，很可能不是它的某个情节，而是它带给你的某种感受。所以这是一本我觉得会让人
不太开心的书，但是很有趣味性，所以大家在看的时候可能要会挑一下它的那个场景，就是你观看的一个时间。然后，所以这个是第2本书，然后第3本书是来自一个法国作家叫安妮·埃尔诺的非常经典的书籍，叫《简单的激情》。然后这本书其实它没有很厚，但是作为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对于任何就是情感描述的书籍就是有过共鸣或是感兴趣，就是我讲的是它完全在描述你的情绪和某种感受的类型，然后但是太精彩了，就是每个句子都非常的精妙。记得我在里面有一个划线的句子，写说我不想起床，我看到前面有一整天的时光，没有任何期待，时间的感觉再也带动不了我做任何事情，它只是让我老去。诸如此类的句子有非常多。当然我只是随便举了一个例，但总而言之是一本翻译的很好，然后同时书本身也写得非常不错的书籍，而且不会很厚，所以还蛮快就看完了。后来其实我还去看了这个作家的其他的书籍，但我发现这本是最好看的，就我个人来说。然后第4本书叫做《逃避自由》，是来自我们的埃里希·弗洛姆的。那弗洛姆其实之前写过《爱的艺术》，那本书也还蛮不错，然后就很多人在探索亲密关系的时候应该会蛮喜欢看这本书的。那这本《逃避自由》呢，它其实更多的像是一本通识的教育书籍，从历史沿革本身一直讲到就是逃避机制它的各种模式和类型，然后以及最后关于自由的一些讨论，这里就不展开说了。那基本上就是会涵盖现代人会碰到的各种类型的问题。我觉得这算是一本非常扎实的理论型的书籍，因为它是基本上从为什么会有前面的历史沿革的部分，是因为它需要跟你介绍就是它形成的一个机制和背景，然后一直到自由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产生的。然后基本上来说，书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它其实是伴随着个体的出现才得以产生的一个概念，然后所以也会带来2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帮助人们去摆脱了束缚，另一方面呢是它也把人以个人形态就是放置在这种巨大的孤独和无力感当中，所以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一个问题和讨论。那所以为了重新获得归属感，我们要怎么做呢？可能给出的结论是说，一个方面是我们可以去完善和发展自己的人格，然后另一个方面的话是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身份和事件重新去产生连结，所以算是一个从历史背景，然后 context， 然后一直到它本身的形成和分裂和类型，然后一直到你到底应该怎么做，非常完整的一本书籍。然后看完之后，其实会有一种就是如果说你了解了，但是又做不到的话，就会形成一种很可怕的内耗。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开始看这本书之前，可能要做好一定的心理准备。总而言之，是一本会让人比较觉醒的一个书籍，但是也稍微有一些灰色的洞。不过我觉得前面讲那个历史部分还蛮有趣的。第5本书叫做还可以的金女士。那看金子的书，其实我之前对这个人不是很熟悉，因为我朋友非常喜欢他，然后推荐他的 social media 的账号给我，然后我就有关注他，之后发现他有出一本新书，于是我就去看了这本书。我发现书本身可能不去评价他写的怎么样，或者是他的文学性。那总而言之，我觉得至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共鸣的书，因为它很像在看某一个人的日记。然后作为那种你以前读书的时候是非常认真学习，然后长大之后中规中矩进了一家公司去上班的人，然后尤其是小镇做题家，应该会蛮有共鸣的一本书。所以我觉得它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而言还蛮高的，然后同时也可以一窥在 GQ 杂志工作到底是怎么样的体验。就是第5本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书是来自这个叫做还可以的金女士。OK， 介绍完书籍之后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电影方面的内容。其实电影的话也包括了电视剧，然后今年其实看了很神奇。我很想说，就是这个年终总结视频做下来之后，我写博客的时候，我在想，怎么数字学是31？就是在2025年看了31本书，看完了31本书，看完了31部影视作品，然后剪了31条视频。也还蛮有意思的，神奇的数字，我不知道，就是 maybe it's a lucky number。OK， 然后想要推荐，不是推荐吧？今年呢看了这么多内容，然后因为我有一个 Notion 在记我的观影的记录，然后当时他自己就是我当下看完之后的打分呢，我就以那个 ranking 来看的话，
这些是5分满分的影视作品，然后当然都是我非常主观的个人的选择和体验。然后呢，我就在想说，如果在这个当中再去排序的话，是哪5部呢？首先第一名，我自己今年的第1名一定是《鬼才之道》。这部电影是我和朋友一起去电影院看的，然后当时真的我第一次在电影院这么开心的看一部电影，因为它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商业电影，但是呢，情节在你意料之中，但是也有很多反转的内容。就是首先情节是很有趣的，第二个是他们的演员演技，是我还蛮喜欢的台湾演员，然后同时又很搞笑，就是全场一起在各个不同的情节的时候一起笑一起哭，就是也有那种就是让你在坐过山车的体验。我第一次在电影院有一种在过山车的感觉，一下大笑一下大哭，然后还会突然间被吓一下，因为它毕竟是个鬼片。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是一部如果开年来看，因为我确实是年初的时候去看的嘛，然后它真还蛮振奋人心的一部电影，真的我个人非常喜欢。然后不去说它，就是像专业影评人去评价它，就是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和大家一起看。你能想到就是你在电影院里面讲话，是旁边人会跟你接话的程度，因为大家都在讨论里面的情节和内容。然后呢，第2部电影呢是《借人之梦》。那这部电影其实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熟，它上映很久，然后最近好像也有重映的计划，似乎。然后 Oh my God，我当时还写了影评，就是我太喜欢了，就是它非常的纯粹，然后去讲情感的。我觉得在这个 AI 时代应该还蛮适配这样子的一个场景，而且会让你非常有那种就是成长长大了，对爱有不同的了解的一部电影。第3部呢是一部电影，日本电影叫做《初吻》，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坂元裕二的经典作品之一。那可能大家比较熟的就是《花束般的恋爱》，一个女生穿越回去，然后碰到她老公年轻版，然后又重新相爱的故事，然后就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情节。但是因为她实在是拍得太唯美了，然后同时演技又很不错，然后再加上又有很多坂元的经典的桥段，所以作为一个舒服的观影体验来说，还是蛮不错的，就是很开心的一个电影。我很难再去用更加深入和厉害的词汇去描述它，但总而言之，我看完之后是那种还蛮开心。然后虽然说你对这些情节就感到很扯很吊诡，然后但是就是还不错，就是至少还是蛮好看的。我觉得至少我自己当时会打5分，可能因为看完之后也会有被那个感动到吧 ，maybe。然后第4部是《纳米比亚的沙漠》，这部电影是我今年看过最吊诡的一部电影。首先它的情节真的还蛮难懂的，但是这种很诡异的风格，就是我个人看电影的特别喜欢看这种看不懂但是又感觉好像很厉害的电影。首先这个导演是一个新锐导演，然后所以这个电影拍摄手法就非常的摩登。那这个摩登跟我们想理解那个摩登可能不太一样，简而言之，它的剪辑和它的剧情的组接非常的有意思。然后我自己写的影评的最后一段说，虽然纳米比亚沙漠靠近海，但是它依然是沙漠。所以在电影的最后结尾的时候，女主说听不懂，她的听不懂就是和这一场沙漠的荒芜的一种和解，就是听不懂就是听不懂。然后反正自说自话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现代摩登的电影，然后蛮适合年轻人看的。我自己个人感觉，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故事，非常简单，然后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女主的演技也很好，她好像还因此拿奖了。然后最后一部是叫《蓝色时期》，然后是一部动画作品。我的那个影评写的时候，我记得我自己对这部还蛮被感动，它好适合就是学高考美术还有那个就是学艺考的人去看哦，就是会非常让你有投入和代入感，就会回想起自己画画的一些情节啊，然后以及以前读书的时候的一些故事。然后我记得里面有句台词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他说美术是很有趣的，因为对自己越诚实的人越厉害，因为那个不是可以用文字表达的语言，
它是非常的直接直给的。我觉得这就是视觉和文字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读文字的时候，脑海中会有一个想象，但是你看画面的时候，你第一下你的生理会有一个先行的反应，所以这个就是美学和普通的那个艺术之间的一些差异化。maybe 我觉得是一部非常就是也算是某种教育性和可操，你看完就是真的里面的方法论还是蛮可以用的，就是他们有认真在，就属于我觉得画动漫作者应该真的认真学过这些东西，然后所以他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包括老师教学的方法，然后主角成长的过程。虽然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故事的转折和真正就是他最后考上学校啊什么之类这一些都有点点太过于可预感了，就是你知道这部他要这样子成功，然后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些情节，但是我觉得那个过程还是很感人的，然后尤其是你努力去奋斗的那个过程，所以是如果你现在是需要一个鼓劲的时期，我觉得你非常适合看这一部就是作品，然后也推荐给大家。OK， 介绍完书和电影之后呢，最后是音乐。那音乐的话，因为其实我没有太记录就是自己喜欢听的专辑啊那些的打分的情况，可能书和电影会稍微标记一下，然后以至于我可能只能直接看我自己的什么 QQ 音乐年榜、Spotify 的年榜。然后我想说，因为用 Spotify 比较多，所以就是以它为标准的话，我的第一首最喜欢的歌叫做 Dangerous， 然后这首歌是属于单曲循环了很久，而且非常适合做那个就是各种伴奏的感觉。那你解释比如说蛮适合做配乐的一首歌，非常轻快。然后还有就是难以置信的，我之前做过 reaction 的那个江丹尼尔的歌，然后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他这一张专辑真的是太好听了，一直在循环跟我朋友。然后我最喜欢的那一首叫做 Movie Star， 然后第3名呢是来自我们的苏敏，而且我看了一下我的排行榜前几名，基本上就是这张专辑的各种歌曲一直在单曲循环。I don't know why, but 就是它在这个榜单上面。然后虽然说我刚刚说我最喜欢的歌可能是 Dangerous， 但是呢，想要去特别介绍一下苏敏的这张专辑叫做 Mini Series 2。其实它有一个 Series 1， 然后那首歌很火，真的很火。就第二个 Series 2呢，其实是在这个合作跟 Sloan 的合作之后。推出来的续作，然后在24年发行的这张专辑，然后它的刚刚说的那个 Series 1其实是比较色彩缤纷一点的，然后是比较像是那种充满趣味的恋爱故事的那种听觉和听感，然后等到这个 Series 2的时候呢，它就是像有点像是深夜档的电视剧的感觉，然后所以会有一点点疏离的色彩，然后不会像上一张专辑一样那么的热闹和华丽，就像是你爱情结束之后的那个空虚感的那种音乐的感觉，而且它的人声的部分会被放很多，像是在自己不断的呢喃或吟唱的感觉。简单放一下给大家听一下。而且这张专辑非常丰富的部分是它融合了非常多不一样的曲风，包括 R&B 啊，然后 Neo Soul 啊 City Pop 等等。我个人还是蛮推荐整张专辑的，不是某一首歌去听，大家可以去。不过呢，可能你会听完就会觉得说比较听感一致，但可能也是因为它作为一张专辑的整体上回过来看，会发现说今年的年度榜单和去年其实没有太大差异，就是我个人就喜欢的类型。刚刚提到水银期，大家也可以发现，就是一个我的品味非常理智，就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始终如一。我挑选音乐还有电影和书籍的所有的准则，除了刚刚提到一些意外因素，比如说因为它封面好看之类这样子原因以外，大部分都是我当下的心情需要什么样子的东西来去配合它的时候，我就会选择它，就是找这样子的书。比如说我感觉很孤独的时候，那我就找一本孤独的书来看。然后如果我感觉想要开心的时候，我就找一首开心歌来听，就类似于这样子。所以就是完全为自己个人去服务的。选择会多一些。刚才说的其实都是输入的部分，就是通过不同的输音的汲取。那接下来就是输出的部分。那输出的部分的话，其实我看了一下，我今年刚提到剪了31条视频，然后我的所有的互联网 social media 的发帖，每个平台基本都超过了100篇。当然，这100篇当中不一定每一篇都会产生非常好的一个数据，这个我在我的文章当中有写到。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比起重复来说，坚持重复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消化和迭代，就是只有质变了才是真正的改变。那当然量变，我现在意识到它不一定会引起质变，它唯一的质变就是我对这个东西失去了兴趣而已，这是它所谓质变的效果。所以
maybe 未来我会再去不断去优化这个部分。OK， 这个就是留给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话题了。到最后呢，也希望看到这里大家的新的一年有很好的收获和成果，因为25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我没有设立任何目标的一年，所以我觉得今年得到的所有东西它都是一个 bonus 的奖赏。那 for 26年的话，我可能就会想要去 set 一些 goals， 然后 maybe 可能到年底的时候又会有不一样的成果出现，也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在那种你只设定路线，但是不告诉自己具体怎么走的形式，然后也许会走出不一样的路来。最后的最后，然后感谢收看到这里的大家，然后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可以马到成功，得偿所愿，谢谢。